观众朋友们有不熟悉的地方，可以再往前看看之前我没有慢慢变老的录影带。我相信目前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效果不是我预期的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说，当你要用超能健将前，抽脂的医生更重要。大家好，我是冯中和医师。那很荣幸，小编又邀请我了，来跟大家谈谈一个在樊登比较新颖跟崭新的话题。或许在过去2年，在市面上已经是一个算是很火红的话题，但今天在樊登是一个崭新的话题。至于为什么，我到后面我再跟大家说明。大家都晓得，其实我在抽脂上面，在体调上面也是一个钻研颇深，而且也有很多自己的创新，而且在很多医学会有发表过很多应该知道抽脂的设计跟技巧上面各种的方法。观众朋友们有不熟悉的地方，可以再往前看看之前我没有慢慢变老的录影带。那今天的这个崭新的话题是超能电浆。那其实，在这台机器刚出来的时候，基本上厂商也拜访我，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整形外科医师，那在医师没有看到好的结果跟一个临床经验之前，我不想在一个新产品 on board 上市的时候就说明说这个机器到底是如何，它的优缺点。那经过这1-2年，我个人的经验上，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是超能电浆。那众所皆知，就是说我们在体操上来讲，当然脂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今天脂肪这个议题不是我们的重点。那脂肪议题完之后，另外就是我们的什么皮肤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因为皮肤的紧致度也会决定你未来体态所呈现出的好与坏。譬如说你没有曾经胖过，你的皮肤是属于比较紧致、比较有韧性的皮肤，可能你抽脂的话，你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皮肤的紧致度在你的术后来讲，对于术后这个结果占的分量不高。但是如果你本身曾经生产过，或者是你胖了很多之后又瘦下来，或者你本身的皮肤就比一般人柔软，那这样的一些皮肤来讲，你除了脂肪的一个问题来讲，你还要非常的慎重考虑到如何处理你皮肤紧致的问题，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手术的结果。那超能电浆本身其实它是利用一个气体在我们的尖端产生热，去造成我们皮肤之间结缔组织的收缩。那这个收缩其实只要是你瞬间的热能过去，基本上它就会收缩了。那当然取决于医生的经验上是非常非常重要。你要做超能电浆前，第一个，你抽脂的区块，你的出血量要非常的少；第二个，你的抽脂的空腔要非常的干净，而且要非常的很确定，是非常的均匀。至于深浅来讲，这就是医生的经验了。并不是你所想象中的，我今天用超能电浆，我就得到好的结果。我相信目前在市面上也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效果不是我预期的样子，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说，当你要用超能电浆前，抽脂的医生更重要，因为你还要多花一笔钱去做超能电浆。所以你的皮下的空腔跟你皮下的脂肪没有处理得很好，基本上你的效果会大打折扣。那你说这超能电浆能造成多少收缩度呢？原则上呢，它也不是万能的，只要在医生的评估内，在收缩度可以达到30%到40%，这些东西都是很适合的，而不是说我今天做完之后就好像用熨斗烫过一样平坦。那这个大概话术的成分会多了一点。当然，如果它垂坠得很厉害，超能电浆并不适合这一类的病人。那这一类病人基本上大概就只能做一些腹部拉皮，切除应该是它的重点，就不用多花钱在做超能电浆上。当然，另外一部分是你的期望值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很没办法接受这个大量的伤口，你的皮肤的强韧度也还不错，但原则上你想用超能电浆有所改变，你就可以满意的，那你可以选择。没有什么是固定的答案。那当然，产后第3类的病人，如果你的腹直肌已经整个分离得很厉害，那你的皮肤的妊娠纹也非常的多，
然后再加上你的肚脐的呈现也不是那么好看，那我会觉得你就直接要做腹部整形手术，不要因为觉得那个疤痕而觉得你不应该做这个手术。所有的事情是相对，如果你牺牲了一点点东西，但是你换取绝大部分90%的你所想要的东西，它就是值得做的。而且在整形外科，所有的伤口都会处理得非常的隐蔽，所以基本上这些观念跟考量上，提供给我们凡整诊疗室的观众，还有广告的消费者。最后，小编有要求我案例分享。那这个病人基本上本来就很勤在练身体，而是一个男性病人。其实我的男性病人比你们想象中可能多很多。当然，他练得也很漂亮，在术前就有很漂亮的6块肌，他的一些线条感还是没有很强，再加上他觉得他皮肤有点软软松松的。然后我们就是局部的做了一些抽脂，然后有一些超能电浆的使用，甚至我在他的肚脐周围有做一些特殊的超能电浆的使用，去达到他一个非常术后满意的一个结果。那预知他的结果呢，我卖一个小关子，请把影片看完，他一定会呈现给大家。